日本放開了，準備將03式導彈出口菲律賓，防衛金額也翻倍增長，達到11萬億日元。高市早苗更是將日本與北約合作關係推向新台階。亞洲局勢會如何發展？台灣防務新變化，斥資1億新台幣採購特戰小艇，重構東部防線。海鯤號完成第5次復航測試，卻引來爭議。朝鮮亮出底牌，金正恩視察空軍，新武器疑似模仿美德技術，神秘核導彈震撼亮相。現在日本徹底放開了，不僅要把03式中程地對空導彈直接賣給菲律賓，還批准了2025財年補充防務預算，金額超過1萬億日元，連同9.9萬億日元的初始預算，2025年防衛經費總額達到了驚人的11萬億日元，提前2年實現日本防務開支佔 GDP 2% 的目標。從修改出口規則到大幅增加防務投入，日本如此着急地推動裝備出口，究竟是想幹什麼？日本近期的動作完全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據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經和菲律賓開始了非正式磋商，核心議題非常直接，把03式中程地對空導彈賣給菲律賓。雖然只是幾枚導彈，但這件事的意義非常重大。按照日本現行的防衛裝備轉移3原則，他們只能出口救援、運輸這類不直接打仗的裝備，而防空導彈這種有殺傷力的武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但是現在的日本已經計劃打破這個限制。他們準備在明年上半年正式修改相關規定，徹底廢除這5類限定的束縛。新規定的落地大概率是沒有阻礙的。這個規則的修改不需要經過國會的長時間討論，只要由首相主持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就可以執行。現任首相是高市早苗，態度一目了然，結果現在已經可以確定了。只要新規實行，日本就將獲得向盟友提供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的法律依據。面對菲律賓來說，引進03式導彈具有極高的戰術價值。這款導彈是日本30電機研發的主力防空武器，裝在車上就能發射，適合在島嶼地形上快速部署，攔截低空飛行的巡航導彈和戰機。如果菲律賓裝備了這套系統，就能在海域周邊建立起一套現代化的防空網。而且日本對這套系統的規劃非常長遠，計劃在2028年把這款導彈的性能再提升一個檔次。升級後的版本不僅能攔飛機，甚至能夠攔截彈道導彈。聽說高超音速武器也能一試。日本這是實打實的把自己最前端的防禦技術分享給了菲律賓。除了天上的導彈，雙方在海上的合作也在加速。菲律賓海軍司令已經明確說，希望引進至少3艘日本的A5V型護衛艦。這種軍艦具備較強的反潛和近海作戰能力，正好符合菲律賓海軍當前的需求。火力軍覺得日本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就是想通過輸出高端武器裝備，主動介入地區安全，通過幫助夥伴國家提升軍事實力，來建立起自己的安全朋友圈。为了支持這些計劃，日本在武器領域的資源正在大幅增加，現在已經突破11萬億日元。11月28日，日本內閣批准了2025財年的補充預算，防衛省一口氣拿到了8472億日元，約合54.2億美元。這筆錢的用途顯而易見，就是為了提前讓日本的防衛開支佔比達到 GDP 的2%。本來這個目標是定在2027年的，現在直接提前，說明日本已經等不及了，宣稱地區安全環境迅速惡化，必須馬上備戰。這筆巨額的補充預算主要是用來擴充海軍力量的，其中包括2艘最新的最上級導彈驅逐艦、4艘大經濟潛艇，還有對現有軍艦的升級改造。尤其是這個最上級驅逐艦，日本計劃一口氣建造12艘，而且還要在2032年之前全部升級到最新的06 FEM 版本。這種造艦速度代表日本海上自衛隊正在從一支護航型艦隊轉變成具備遠洋作戰能力的綜合作戰艦隊。除了軍艦，還有566億日元是專門用來買導彈的，再加上其他部門的安保支出，2025財年日本的國防相關總經費將達到驚人的11萬億日元。這已經是一個世界級軍事強國的預算水平了。那個軍力曾經被處處限制的日本，現在正在逐漸復興。除了武器上的突破，日本還想加強與北約的關係，算是編外人員。12月1日，高市早苗和北約秘書長呂特通了電話，雙方相談甚歡，要把合作關係推向新台階。高市早苗說，歐洲大西洋與印太地區的安全密不可分。火力軍覺得這話翻譯過來就是，北約你也別光顧着歐洲，趕緊來亞洲幫幫忙。總的來說，或許是局勢太過緊張，日本現在不僅要擴軍，還要找更多的隊友，構建一個橫跨歐亞的軍事同盟網。這個目的已經不再遮掩，火力軍估計再過一段時間就能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日本。看完了日本新動向，我們再來看一下台灣方面的防務動態。近期海軍的一系列動作可以用2個字來形容，一個是變，一個是急，把防禦拉到了極致。
先說遍，如果仔細分析台灣的採購清單和演習科目，就會發現台軍的戰術思維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近，台灣海軍陸戰隊下了一筆大單，斥資1億多新台幣，買了47艘新型橡皮艇。這不是普通的衝鋒舟，在軍方內部，這叫特戰突擊系統。根據政府採購網公開的信息，這批新裝備最大的看點在於它具備了空投吊掛能力，這是一種非常前沿的戰術手段。陸戰隊員不再只能坐船裡從海裡發起進攻，或者在灘頭等着被發現，他們現在可以直接坐着直升機甚至運輸機，連人帶船從天而降，直接切入戰場核心，或者投放到後方。這些小艇哪怕坐滿8個全副武裝的士兵，航速還能飆到20節以上，而且即使是在4級風浪裡也能出擊。台軍的想法很現實，在大規模正面衝突可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他們想打造一支能飞、能跑、能隱蔽的海上游骑兵，用來執行滲透、破壞，或者在關鍵時刻進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這錢花的確實是動了腦筋的。再說急，台灣的首艘自造潛艇海鯤號成了輿論的暴風眼。起因很簡單，這艘潛艇在第5次出海測試時沒帶船錨，外界的質疑聲那是相當大。面對這種情況，台灣軍方的反應非常快，防務部門緊急出來解釋，說錨機因在原廠測試時發現零件問題，正在進行必要的維修和更換，預計12月中旬回裝。他強調這並不影響安全，因為潛艇的錨主要是進出港或者緊急減速用的備胎，在主被動力系統正常且有拖船伴護的情況下，不影響既定的復航測試安全。這一事件從側面反映出台灣在潛艇自制進程中面臨的技術挑戰與時間緊迫性，哪怕零件還在修，測試也不能停，他們迫切需要形成水下戰鬥力。除了戰術裝備和潛艇，台灣防務布局最大的变化發生在東部區域。以前台灣東部作為後方安全區，有高聳的中央山脈擋着，是保存戰力最安全的地方。但現在隨着現代戰爭手段的發展，這個概念已經被顛覆了。當代的海空力量已經具備繞開島嶼作戰的能力。台軍清楚東部已經成為了新的範圍前線，於是正在對台灣東部的防務進行全面升級。明年66架最新的 F-16V 戰機將全部進駐台東制航基地。這款戰機屬於 F-16家族裡最先進的型號，裝了最新的有源相控陣雷達，不僅看得遠、反應快，而且抗干擾能力也強。更重要的是，它掛載的都是 AGM-84L 反艦導彈、AGM-154滑翔炸彈，甚至還有 AGM-84HK 遠程巡航導彈，不僅能打飛機，還能對海、對地進行遠程打擊。台軍把這麼精銳的家底全部放在台灣東部，目的就是要在中東構建一個強大的空中打擊基點。台灣海軍即將成立的濱海作戰指揮部也要把反艦導彈搬到東部去。以後在花蓮、在台東的海岸線上，你會看到密密麻麻的導彈發射車，雄風2型、雄風3型，還有美國賣過來的陸射魚叉導彈。這就是所謂的以陸制海，在東部海域支起一張密不透風的火力網，任何想要靠近的船只都要面臨多波次、多方向的饱和攻擊。為了驗證這套防禦體系，台軍近期的演訓活動也異常頻繁。沉寂了多年的太馬里溪口馬上就要響起火炮聲了，戰車、迫擊炮都要拉出來實彈射擊，這是為了讓官兵熟悉灘頭的實戰環境。更猛的是，中山科學研究院直接在綠島蘭嶼以東劃了大片禁區。專家分析，這大概率是在試射遠程反艦導彈或者巡航導彈。以微觀的特戰小艇到宏觀的戰機部署和導彈試射，台灣的防務策略正在從單純的西部防禦轉向全向防禦與不对稱作戰的深度結合。亞洲這邊不僅台灣防務有新變化，朝鮮也不甘示弱，在空軍80周年慶上展示了最新武器，甚至還有核戰略資產。在12月1日，朝鮮空軍在元山葛麻空軍基地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建軍80周年慶典，金正恩帶着女兒親自去視察了。這次朝鮮可是把壓箱底的寶貝全拿出來了。以前大家總覺得朝鮮空軍裝備落後，全是些老掉牙的米格15、米格21，難以適應现代戰爭。但此次慶典展示的裝備卻讓全球軍事觀察家非常驚訝。除了米格29和蘇25這些當家花旦，最讓人震驚的是一款神秘的導彈掛在一架攻擊機旁邊。這導彈的外形非常獨特，採用了寬體啟動特徵和隱身設計，前面還配備了激光導引機構。專家分析一看，這不就是德國金牛座巡航導彈的翻版嗎？金牛座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射巡航導彈之一，以钻地能力和隐身能力著称。如果朝鮮真的搞出了這東西，那它的射程至少在500公里。而且金正恩在講話中非常微妙地提到了核戰略資產，這幾個字的分量可太重了，意味着這款導彈很可能不是普通的巡航導彈，而是可以攜帶戰術核彈頭的，具備所謂的防區外戰術核打擊能力。以前朝鮮要扔核彈得靠巨大的彈道導彈，準備時間長，容易被發現。現在如果有了這款導彈，朝鮮的戰機在自家領空發射，
導彈就能貼着海面躲過雷達，直接打擊幾百公里外的目標。除此之外，朝鮮這次還展出了一大堆新型導彈，包括類似霹靂15的大型遠程空導彈。這意味着朝鮮戰機可能具備了超視距空戰能力。以後韓國戰機想在視距外打擊朝鮮空軍，恐怕沒那麼容易了。並且還有2套機動式防空系統，補齊了朝鮮末端防空的短板。這系統長得跟德國的 IRST 非常像，不知道這究竟是模仿，還是朝鮮在防空技術上也有了巨大的突破。除了導彈，朝鮮的無人機發展速度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次一口氣展出了3款新型無人機，分別是新星9、新星4，還有一款類似美國莫哈維的新機型。新星9的外形酷似美國 MQ9 死神無人機，簡直就是双胞胎兄弟，并且也具備察打一體能力，可以在戰場上長時間巡邏，發現目標直接摧毀。而新星4則是非常像美國的 RQ4 全球鷹，是戰略級的偵察無人機，能夠進行長時間遠距離的偵察任務，為朝鮮空軍提供重要的情報支持。至於首次亮相的朝鮮莫哈維，從其高升力布局來看，很可能是新星9的下位替代，能在短跑道起飛，專門適應朝鮮多山、機場條件差的環境。朝鮮在長期的封鎖和制裁環境下，不僅搞出了核武器、洲際導彈，甚至連先進的無人機和巡航導彈都搞出來了。這種國防工業的韌性確實讓人不得不服。更神秘的是，現場還出現了一架基於伊爾76平台改裝的飛機，雖然沒塗裝，但那個巨大的圓盤雷達罩一眼就能看出來是預警機。預警機可是空軍的戰力倍增器。以前朝鮮空軍最大的短板就是指揮控制能力薄弱，只有靠地面雷達指揮。一旦有了預警機，朝鮮空軍的指揮控制能力將得到質的飛躍，它能統一指揮無人機、戰鬥機和地空導彈，形成一個有機的作戰網絡。雖然外界有人質疑這可能是個模型，但是伊爾76這種大飛機在朝鮮可是稀罕物，誰會拿這麼寶貴的戰略運輸機去改個模型玩？這大概率是真家伙，哪怕還在測試階段，也足以證明朝鮮的雄心壯志。金正恩在講話中說，空軍要發揮壓倒性精神力量，還明確承諾要給空軍提供新的戰略軍事資產。那這個新資產指的是什麼？除了剛才看到的那些導彈，很可能還包括更先進的戰鬥機。現在的推測是，朝鮮可能會從俄羅斯那裡搞到一批翻新的米格29或者蘇27，甚至有可能會引進更先進的3代半甚至4代戰機。畢竟現在的國際局勢，俄羅斯和朝鮮的關係那是鐵得很，互相幫助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朝鮮空軍真的換装了新式戰機，配合現在的無人機和核導彈，那東北亞的天空可就真的要變天了。火力軍覺得，金正恩這次高調閱兵，其實就是在向世界傳遞一個信號：別以為朝鮮空軍是軟柿子，真打起來，我們手裡有的是杀手鐧。好了，今天的視頻到這兒就結束了。大家覺得高市早苗接下來還會有什麼行动？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喜歡的話，別忘了點點關注。我是火力軍，下期見。